一个中国造船厂等于美国全部产能。美海军部长胡言中国奴隶造船的背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天少。美国海军是当今全球毫无争议的海上霸主，拥有12艘航母的美国海军不断在中国家门口活动，美国军舰穿越台海，都让中国人感到很不舒服。其实，美国海军的强大不等于美国人在中国海军面前有足够的自信，原因是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关于美国海军衰落的一些征兆，我们过去曾用焦虑2个字来形容，现在美国人的焦虑感升级了，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病，开始风言风语。美国海军部长托罗近日指出，中国海军未来几年可能会部署多达400艘舰艇，高于目前的约340艘，而美国的舰队只拥有不到300艘舰只。这个舰艇数量对比的结论，中国人其实并不太看重，因为美国海军的总吨位要远远超过中国海军。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主力战舰下饺子的速度，再加上美国海军舰艇严重老化和更新换代缓慢的情况，托罗所给出的预测倒也算是较为准确。他的悲观情绪并非全无道理。托罗指出，美国海军造船厂的产量无法与中国的造船厂匹敌，中国有13个船厂，而且产能更大，一个船厂建造军舰的数量比美军所有船厂的总和还多，这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这句话虽然表达了他对中国海军崛起的焦虑，但又暴露了他对中国军工企业的无知。实际上，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国有6家大型船厂和2家较小的船厂建造海军舰艇。但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最丢人的还不是数错了中国军工造船厂的数量，而是他认为中国在造军舰时使用了奴隶。美国人在历史上曾经大量使用过黑奴。由于托罗先生不理解中国的军舰为什么能以如此快的速度下水，所以凭想象认为中国的军工厂肯定使用了大量的奴隶劳工。他的这番言论由于过于离奇，也遭到了美国媒体的耻笑。托罗所表达的这个观点，其实暴露的是美国造船军工企业所面临的缺乏熟练劳动力的问题。托罗说，当你的失业率低于4%的时候，无论你是在为餐馆还是为船厂招工，都会是个真正的挑战。在无法理解中国造船工业为何如此强大的情况下，他只能以美国不采取与中国一样的奴隶劳工为借口。虽然美国一贯的想抹黑中国，但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托罗的这个观点既无知又滑稽。我们可以嘲笑一下托罗的荒谬，但是他的无知还不足以表达美国海军装备的发展陷入的困境。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首先，美国主力战舰每年1.5艘的造船速度远远跟不上大量舰龄30到40岁的军舰陆续退役的补充需要。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海时，很多人会感到很生气，其实你只要仔细的观察一下就会感到释然。为什么？因为美国军舰的上层建筑和舰体几乎都是锈迹斑斑的。第二，美国主力战舰和航母的维修保障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过去经常能看到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了双航母作战群，而现在看到的往往是美国航母的空窗期。第三，由于缺少足够的劳动力，美国现在连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建造进度都无法保证。要注意，战略导弹核潜艇涉及一个核大国的最顶层需要，现在美国人连这一项目的生产进度都无法保证，这可不仅仅是缺钱的问题了，而是没有工人和技术人员愿意干这样的活。第四，为了保持美国军舰的技术优势，军方高层点错了科技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比如美国新搞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平海战斗舰以及福特级航母等都不是成功的产品。从中国055万吨大驱的出现，再到即将亮相的054B 新型护卫舰，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在整体设计上已经超过美军，现在差的只是数量。但是这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所以美国在海军主战装备发展上走错路的后果也很严重。第五，造船工业的衰落导致美国军舰生产会出现供应链危机。
比如中国主力战舰上已经普及的一体化桅杆技术，美国在即将量产的星座级护卫舰上都没办法使用。不是美国人没这个技术，而是他们用不起。所以美国造船军火巨头在产业链布局上没有中国大型军工集团所具有的那种制度优势。总之，当美国海军部长说出中国正在使用奴隶劳工来大量制造军舰，而美国人又没办法学习的时候，反而证明美国海军在主战装备的发展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就此推测，中国海军赶超美国海军只是个时间问题，也就是说，时间在中国一边，美国再焦虑也没有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